这个叫巴特的男人来到一栋别墅，趁着周围没人，利索拿出工具，戴上头套潜入房内，在房间走廊的出口安装细银丝，随后摸进卧室翻箱倒柜。房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见家里冒出个陌生人，刚出声质问就被巴特轰飞，身体畸形地跌在地上。然而他却没有死，轰出洞的躯体瞬间恢复，指甲随即变长，双眼通红，皮肤苍白，露出嘴里的獠牙，接着疯狂冲向巴特。两人耍杂技似的扭打在一起，巴特被玻璃碎片扎伤，还被吐了一身恶心污血，狡猾摔了一跤。虽然战斗不太顺利，没有拉开窗帘让阳光入室，也没有利用大蒜银弹，只用木头刺穿老人腹部，但他却凭借过硬体能艰难制服老太太。在朝对方心脏射击多次，用木头插穿胸口后，巴特终于割下老人脖子，结束了老太太的性命。他背后还有个不识好歹的冲过来，可惜中了银丝陷阱，当场失手分离。之后巴特拔下他们的獠牙，并不是为了当战利品收藏，而是这玩意儿能卖钱。原来巴特是个吸血鬼猎人，他跟猎人联盟闹翻，出来找了份清洁泳池的工作，可惜日子越过越穷，只能重拾旧业，偷赚外快。刚干完这一票，他赶紧回出租房，麻利地处理伤口，用自制粉末除去身上气味，免得被其他吸血鬼追踪。之所以这么赶，是他要去学校接女儿小黑。小黑习惯了迟到的父亲，路上还跟他有说有笑，但巴特妻子那一关不好过，于是带孩子吃甜筒，让他帮自己蒙混过关。等回到家，妻子正在修复地砖，随后询问他迟到的原因。巴特不敢说狩猎吸血鬼，言辞闪烁地找借口，岂料这样做更惹怒妻子。其实他俩已经离婚了，孩子的学费$5000，矫正牙齿费用$6000，妻子负担不起，也没指望巴特，因此换了大门，修地砖，准备把房子卖了，搬到佛罗里达州和母亲居住，让小黑有个安定的生活。巴特舍不得妻女，想着有一天能搬回来住，祈求对方给个机会，不要带女儿离开，他会在1周内缴清费用。妻子对他也有感情，就坡下驴的同意了。巴特转头去黑市卖獠牙，老板跟他是老熟人，做买卖却从来不含糊。吸血鬼的獠牙有好货次货之分，不同种类、不同生长年龄，獠牙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。巴特这次带来的全是好货，在猎人联盟能卖个好几万。可惜巴特与联盟闹翻了，只能来黑市做生意。老板将价格压到最低，知道巴特急着用钱，更不会退让。巴特不想做亏本买卖，没有出售獠牙，可他毕竟缺钱，只能忍痛卖掉心爱的手枪蛇眼，连一双乔丹鞋也搭上了。拿到钱，穿着袜子回车上，联系以前的战友老约翰帮忙，想方法让他回到联盟。当晚，两辆车驶入老太太家里，车上下来一个长发美女和她的保镖。进门后发现地上躺着2具尸体，美女摸着老太太头颅，心疼喊着我心爱的女儿，眼里流出了血泪。保镖在地毯上找到带血的玻璃碎片，辨认出是人类血迹，有人单枪匹马杀死了他们。美女舔着血，露出赤红双眼和獠牙，命令保镖找到凶手。出门时，手从花丛划过去，那些花草瞬间枯萎，生命力好似被吸收了。原来他俩也是吸血鬼。这位美女名叫奥德利，是当地有名的房地产商，想称霸黑夜和白天，正在研制抵挡阳光的防晒霜，好让吸血鬼白天也可以出来猎食。巴特不知道自己惹到了 BOSS， 隔日和老约翰在联盟基地碰面。老约翰是1级狩猎者，巴特对他有救命之恩，所以答应以一切做担保。两人走进普通的洗衣店，再通过指纹识别打开电梯，电梯后面才是当地联盟总部。老板西格坐在办公室，面色不善，他起初并不想和巴特见面。巴特身为联盟猎人时，尽管战绩卓越，却多次违反联盟规则，执行任务威胁到普通人和队友性命，联盟屡次警告无用，索性将他辞退了。这次照顾到老约翰的面子，巴特也当面承认错误，西格只能给出最后机会。巴特可以回来工作，但会有1周试用期，还要派联盟代表监督他。1周内执行任务没违反规则，他便能正式回归。而且巴特不能值夜班，只能在白天狩猎。于是日班猎人巴特就位。他之后去柜台出售獠牙，碰到个会计是个老实人，扣除入会费、手续费并扣押1半收入后，到手只有几千美元，还要巴特交$10会员卡工本费。巴特惊呆了，好在有老约翰帮他垫付。
西格见会计赛斯对守则了如指掌，因此派他出外勤当监督员。如果发现巴特出错，立即汇报，赛斯就能升职加薪。面对老板开出的条件，立志当文员的赛斯被迫答应了。第一天出外勤，赛斯一身西装革履，遭到巴特无情嘲笑。派来当搭档的居然是个只会嘴炮的菜鸟，但人有难处不得不低头。他专心坐在桌前捯饬装备，这次装备比之前强一点，用最硬的紫光檀木做子弹，再混合一点大蒜，就能射穿吸血鬼心脏。银质子弹可以用来封喉。不过吸血鬼分为5大类：东方系、南方系、蜘蛛系，再加上油伯和幼齿。油伯最为特殊，只削脑袋，他们还会复活，必须射心脏，再用银弹封喉，最后斩首才能彻底杀死。他带上装备和赛斯出发，目的地是一家动物收容所。一般未成熟的吸血鬼转化他人时会产生幼齿种类，他们成熟的吸血鬼力量缺乏再生能力，无法消化人血，只能靠吃小动物为生。一般强大的吸血鬼为了保护他们，会派自己的血仆饲养他们。经过巴特指点，赛斯终于想通了，收容所的人好像是血仆，对方将很多猫装车运走。巴特连忙开车跟上，很快来到一家废弃的保龄球馆。他让赛斯留在车内，自己带上武器进入突袭，一枪一个小吸血鬼。然而在他准备断手时，一只小吸血鬼猛然反击，打飞了巴特的武器。他只能用蛮力和对方撕扯。等赛斯被西格叮嘱近距离监督进入球场时，便见巴特在地上打滚。他赶紧将枪扔给巴特，没想到对方打死小吸血鬼，转而将枪口对准他，一枪射死了他背后的小吸血鬼。赛斯前半生都在当文员，头一次有这种刺激经历。事后胃里的早饭都吐光了，还意外的吓尿了裤子，差点情绪崩溃。好在巴特安慰了对方，顺便送人回家换衣服。但赛斯公事公办，还是记录了他的违规行为。巴特晚上回出租屋，发现隔壁搬来了一个叫海瑟的邻居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第二天去接赛斯上班，不出意外为记录吵架，但在巴特的要求下，赛斯答应延缓几天上报。之后他们去了黑市，巴特想拿回宝贝蛇眼手枪，岂料开门进去，便见地上躺着无头尸体，黑市老板和员工全部遇害。桌上用他的牙齿摆出了巴特名字。原来奥德利找到了这里，对老板严刑逼供，要他供出杀害老太太的凶手。巴特不敢在现场多待，拿到枪立即带赛斯离开，以即将失去家人为由，求赛斯不要通知联盟部队，他不想因普通人遇害被停职30天。赛斯心软又同意了。不久后，两人接到一起大任务，某栋房屋居住着大量吸血鬼，线索是老约翰提供的，地点位于奥德利的房地产。巴特和赛斯在外面蹲点，没想到业内的阿里兄弟也盯上了这块肥肉，4人合计暂时合作平摊收益。于是他们拿上武器大摇大摆踹门进入，一枪一个吸血鬼。原以为干脆利落结束战斗，殊不知这里竟是吸血鬼巢穴，墙里面藏着数量庞大的吸血鬼，一个个跳出来送人头。尽管赛斯又一次尿裤子，好在他闪避点满没有受伤，最后只有一只吸血鬼逃走，在阳光下还能健步如飞，这就是防晒霜的效果，能让吸血鬼在阳光下坚持20分钟毫发无损。赛斯敏锐注意到巢穴的不对劲，这里居住着4个种类的吸血鬼，正常情况下只有蜘蛛系喜欢群居，明摆着后面有阴谋啊。可惜几个高级猎人并不重视他的话，巴特忙着去接女儿，送她去参加同学生日聚会。临到聚会开始，接到了奥德利的电话，声称会让他跪下来求饶自己放过他的妻女。接着有一辆不怀好意的车靠近，巴特意识到危险来临，连忙带女儿上车，让她在车上安心玩游戏，自己开着小破车甩开追击者。中途还不忘给妻子打电话，要对方收拾行李准备逃命。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追车戏后，巴特有惊无险顺利回家。然而就在他和女儿推开家门时，两人瞬间被等候已久的奥德利手下擒获。巴特直接被2壮汉制服，搭档赛斯晕在地板上，妻子和女儿都在奥德利手中。他不敢轻举妄动，但却不忘抽空和妻子解释，他不是泳池清洁工，本质是吸血鬼猎人。妻子惊呆了，不过巴特以前种种外出借口忽然就能说得通了，她当即原谅了丈夫。只是奥德利没给他们煽情的时间，命人将妻女带走，声称会将孩子转化为吸血鬼，届时还要让巴特亲眼见证妻子被女儿吸干血的悲惨场面。巴特虽然暴怒，却被打晕。等他睁眼醒来，身边的赛斯也醒了。赛斯没意识到自己被转化，巴特劝他去照照镜子，接着不动声色拿刀防备。
当赛斯无法控制吸血冲动扑向巴特，他手起刀落砍掉了赛斯的头。谁知赛斯身体还能动，嘴巴也能说话，他居然被转化成了尤伯系吸血鬼。砍头不会彻底死亡。意识回笼后，他不愿伤害巴特，还想帮对方找回妻女。巴特先返回了出租屋，他想起突然出现的邻居海瑟，冲进门后果断开打。海瑟爽快亮明真身，他确实被奥德利转化成了尤伯系吸血鬼，但不是对方的血仆，也不同意奥德利的做法。奥德利报复他人的方法就是想方设法折磨别人，海瑟应该也是受害者。他劝巴特不要意气用事，整件事究其缘由还是巴特的错。开头杀死的老太太是奥德利的女儿，巴特恍然大悟，但奥德利的野心不止于此。他以房地产经纪人的身份作为掩护，在这里到处购买房屋，为的就是召集吸血鬼。不出1年，来此聚集的吸血鬼都将由他统领。赛斯还在吸食血包复原脑袋，得知奥德利的目的，表示他也要加入战斗，打倒奥德利。巴特计划今晚就行动，尽管违背联盟规则，赛斯还是同意了。他们在海瑟的带领下找到奥德利的老巢，三人如同合作多年的搭档，默契十足，轻松搞定出口的围攻者。结果无奈敌人火力太强大，他们被逼到墙角躲藏。好在老约翰及时赶来，他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才叫一切的恐惧都源于火力不足啊！一阵枪炮扫射，吸血鬼瞬间被团灭。但奥德利真正的藏身地在地底城堡，前往那里有2条路，一条是仅供吸血鬼通过的捷径，血肉之躯无法承受，因此由海瑟与赛斯组队进入；另一条是地下隧道，巴特和老约翰只能走隧道。没想到他们收获巨大，隧道下就是制造防晒霜的工厂，还存放了大量武器和配有银弹头的木质子弹，杀吸血鬼专用。难道奥德利是传闻中活了700年的老大吗？用这些武器对抗挑衅者？老约翰否定了巴特的想法，老大比奥德利等级更高。巴特没有追究细节，带上武器继续深入。奥德利也感受到有人入侵，派保镖将巴特带过来。巴特和老约翰刚进入地底，住在洞穴里的吸血鬼悉数涌出，他俩被打得猝不及防，老约翰还被咬了脖子，后面更有大量追兵。老约翰不想两人都送死，推开巴特后锁上铁门，他留下来殿后。当追兵赶至眼前，毫不犹豫引爆身上紫外灯炸弹，轰然巨响，引得地底震动不止。巴特还未赶上老约翰现身，前路又被保镖堵住了。保镖是奥德利的血仆，他看不起巴特，打算就地解决对方。幸好海瑟与赛斯匆忙出现，在他俩缠住保镖时，巴特一个人冲进城堡中心。那边的奥德利刚想解决妻子，身后就被巴特的枪口对准。可惜巴特根本不是奥德利的对手，不仅枪被踢走，整个人也被揍得没有还手之力。但在奥德利准备转化巴特时，妻子用一根棍子捅穿了他的心脏。同时，海瑟与赛斯合力解决了保镖，手下丧命令奥德利愤怒，龇牙咧嘴地走向妻子。只是他低估了巴特的体能，即便被暴揍也仍有战斗能力，拿起手枪射穿了奥德利喉咙。中弹的奥德利嘲笑巴特无知，原来这根本伤害不了他。他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我赌你的枪里已经没子弹了。”随后急速冲向挑衅他的巴特，没想到最后竟误入陷阱，被横在空中的细银丝断手了。大 boss 尤伯系吸血鬼奥德利彻底死亡。巴特收起装备，带妻女和海瑟、赛斯会合，途中捡到老约翰的帽子，巴特将它送给了赛斯，算是承认赛斯可以当一名好猎手。联盟老板西格带着大部队赶来时，发现现场战斗早已结束，老约翰还在战中牺牲了，气得当场发怒，扬言从此之后巴特不用来联盟上班。然而在他细数巴特违反的条例时，旁边的赛斯竟然帮巴特一一驳回了。巴特不仅没有违反规则，还拿到了价值不菲的獠牙，获得妻子的原谅，一家人终于重归于好。不过在他们的小破车离开现场后，地面窨井盖里居然爬出了老约翰，他没有死，还一脸坦然地潇洒离去。老约翰既然活下来了，为何要死遁躲藏呢？剧中提到的700岁吸血鬼老大又会是谁？想必这几个伏笔都是为了拍续集准备的。日班猎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剧情上没有深入挖掘人类与吸血鬼的矛盾，除了主角的战斗力和部分私设，以及老掉牙的为了家庭暴露身份和 BOSS 对抗外，整体结构还算严谨，该交代的设定都有交代，打斗戏与追逐戏设计的也不错，算得上一部合格的爆米花爽片。喜欢的同学可以去看原片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电影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